近日，聽說美國海軍確認，康涅狄格號核潛艇最快2026年初就能恢復服役。看到這兒，火力軍屬實有點驚訝，這都2025年了，距離他在南海撞山都過去快4年了，怎麼還沒修好？要知道，這可是美國海狼級攻擊核潛艇的2號艇，當年可是頂着世界最先進攻擊核潛艇的光環出生的。可誰能想到，這般深海猛狼居然會在南海栽了個大跟頭？那麼這艘核潛艇究竟有哪些傳奇經歷？因冷戰催生的它又藏着哪些秘密？這些秘密又給它帶來了哪些爭議？今天火力軍就來為你一一揭曉。想了解康涅狄格號，就得先從它的誕生背景說起。它的故事得追溯到冷戰最焦灼的年代。上世紀70年代，蘇聯核潛艇技術突飞猛進，一艘艘弹道导彈核潛艇和攻击型核潛艇不断被投入北冰洋海域巡逻，那股子威慑劲儿讓美國坐立难安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美国核潛艇在性能上一直遥遥領先，從沒怕過誰。可蘇聯這波操作直接打破了平衡，不僅在噪聲控制上縮短了和美國的差距，數量上還大有趕超之勢，活動範圍更是遍布全球大洋，跟美國形成了對峙局面。這時候，美國海軍急了。當時他們的主力攻擊型核潛艇是歼鱼級、长尾鯊级、鱘魚級和洛杉磯級。雖說洛杉磯級性能還不錯，建造數量呢也在增加，可它有不少難以克服的軟肋。美國海軍心裡清楚，等到21世紀，它肯定沒法跟蘇聯的新型核潛艇抗衡。於是，研制新一代攻擊核潛艇的想法就提上了日程。可誰能想到，戲劇的一幕发生了，蘇聯居然解體了。原本計劃大規模建造的必要性一下子就沒了。所以面對戰略需求和預算問題，美國軍方琢磨來琢磨去，最後大手一揮，做了一個大決定，直接把本來要造29艘潛艇的大計劃給取消了。這下好了，原本龐大的建造計劃一下子被砍掉了大半，最後只剩下了3艘核潛艇。就是在這麼個特殊情況，變數又多的節骨眼上，海狼級2號艇誕生了，成了這個歷史轉折點上的關鍵角色。它的出現不光帶着美軍的期待，也把當時軍事戰略調整的影響給體現得明明白白。康涅狄格號的名字的由來倒也挺有意思，它帶着點報恩的意味。當時美國國內經濟形勢不好，康涅狄格州的經濟更是一直不景氣，失業人數居高不下，是美國少數幾個經濟發展滯後的州之一。可自從海狼级3艘核潛艇落地康州後，情況一下子就變了。單這一個項目就為康州帶来了數億美元的收益，還為數10萬失業者提供了就業機会。全州上下都對海狼级核潛艇充滿感激，一心想让海狼刻上康州的烙印。康州市長約翰·羅蘭德更是四處游說國會參眾兩院，以及國防部和海軍部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以康州名字命名的康涅狄格州号核潛艇終於誕生了。在命名儀式上，康州市長、市长夫人和其他高級官員都來了，場面十分熱鬧。1998年12月11日，康涅狄格州號正式竣工交付，加入美國海軍序列，隸屬於大西洋艦隊。艦上搭載了14名軍官和120名入伍人員。至此，這艘凝聚了美國當時頂尖潛艇技術的深海狼終於正式亮相。作為海狼級的2號艇，康涅狄格號的性能在當時絕對是頂尖水平，身上到處都是黑科技，不僅航速比洛杉磯级高，還裝了更多魚雷發射管，兵架作戰能力也更加出色。從數据上看，康涅狄格號全长107米，艇寬12米，水上排水量8060噸，水下排水量9142噸，自持力能達到80昼夜。對比一下其他型號，洛杉磯級水下排水量6927噸，弗吉尼亞級7800噸。不難看出，康涅狄格號排水量更大，比洛杉磯級整整高了32%。就算是後來的弗吉尼亞级，也比它輕了1342噸。它的艇體結構也很有講究，採用典型的单壳体結構，耐壓艇體用的是 HY100型鋼材。這種高強度鋼不僅能減輕耐壓艇體重量，有助於提高航速，還能承受更大壓力。外形上，康涅狄格號的指揮台尾殼很有辨識度，它的根部和艇體連接處加了圓弧狀連接結構，讓艇體和垂直的指揮台外缘之間形成平滑過渡。別小看這個設計，它不僅能降低阻力，還能改善周圍流場，減少流體噪聲。後來，美國新一代的弗吉尼亞級攻擊型核潛艇也繼承了這個設計，指揮台尾殼前有一道大弧線。除此之外，康涅狄格號的指揮台尾殼上沒有裝尾殼舵，可收放式的手水平舵装在手部偏低的位置，
這樣在北極冰下執行任務時能更安全地破冰上浮。它的尾部穩定翼也很特別，總共6個，除了傳統十字形布置的4个，下部垂直穩定翼的左右2側還有2個斜向穩定翼，呈木字形布置。這種設計能增加水下高速航行時的穩定性。動力方面，康涅狄格號搭載了一台 S6W 型壓水堆，配合2台汽輪機，功率達到了45000匹馬力，採用單推進軸和泵噴式推進裝置。水下最高航速據說曾達到了39節，這妥妥是冷戰思維下的速度競賽產物，你快我就得比你更快。為了降低噪聲，提高潛艇隱身性能，康涅狄格號可下了不少功夫。艇體外表面附設了消聲覆蓋層，艇上所有設備都裝在高性能減震設備上，更是用了泵噴式推進裝置來減少噪聲。最牛的是它的 S6W 型壓水堆，自然循環能力超強，在所有核潛艇裡絕對是頂尖水平。武器系統更是康涅狄格號的強項，堪稱深海火力庫。它裝備了8具660毫米的魚雷發射管，數量比洛杉磯級多了1倍，直徑也從原來通用的533毫米擴大到660毫米。這8具發射管分左右2排，布置在手部向後的左右2前，後面還配了2套魚雷裝填設備。裝填手的咖啡還沒涼透，新一輪火力齊射就已準備就緒。這節奏，敵人的損管手冊都得臨時增加，快速規避偏。電子系統這塊，康涅狄格號也是真厲害，靠着頂尖的電子計算機和軟件系統，它能對目標進行悄悄的探測，然後發起猛攻，就算在冰下也不會影響它的操作。導航和通信設備也是一應俱全，各種頻段的接收機還有衛星通信系統啥的，它全都有。康涅狄格號服役後，很快就展現出了強大的作戰能力，頻繁參加各種軍演和區域巡航，留下了不少高光時刻。2003年5月，康涅狄格號參加了 ICEX 演習。這次演習讓他有機會去北極溜達一圈，還成功從冰層裡鑽了出來。不過當時還鬧了個小笑話，一隻北極熊被潛艇上浮時留下的冰洞給吸引了，他以為這個冰洞是個藏寶洞，或者能找到好吃的，就蹲在旁邊守着。船員們從潛望鏡裡看到，這熊大哥在旁邊蹲了足足40分鐘，最後才悻悻地離開。好在不管是潛艇還是北極熊都沒受傷，大家都相安無事。這個小插曲也側面說明了康涅狄格號在北極冰下的適應能力超強，畢竟能在冰層裡悄無聲息地鑽出來，還不把動靜搞大，可不是普通核潛艇能辦到的。除了北極任務，康涅狄格號還在太平洋等多個海域執行過任務。2021年5月27號，美國海軍宣布把這艘潛艇派到太平洋去執勤。同年7月底和8月份，他們還曬出了潛艇停靠在日本港口的照片。當時美國第7艦隊的司令海軍上將卡爾·托馬斯親自去視察了這艘潛艇，由此可見美國海軍對他可是相當看重。可誰也沒想到，僅僅幾個月後，康涅狄格號就遭遇了一場大意外。2021年10月2日下午，南海地區水域下，美軍康涅狄格號核潛艇正像條沉默的鋼鐵巨鯊悄悄前行，突然砰的一聲悶響，炸開水下寂靜，整艘潛艇狠狠顛了一下，船上人員瞬間懵了，撞上啥了？水裡連個影子都沒看着。這樁深海謎案懸了近1個月，直到11月1日才有了定論，哪是什麼不明物體，分明是康涅狄格號在南海前航時，一頭撞上了座沒標在圖上的海山，直接在水下擱淺了。消息一出，立馬成了全球焦點，不少人都好奇，這麼先進的核潛艇咋能跟海底山硬剛？謎底揭開後，美國海軍的處理速度倒挺快，艦長、副艦長連水手長都一起被炒了魷魚。海軍的聲明說得挺直接，簡直就是因為對這3人失去信心。一場本可避免的深海鬧劇，最終以3位軍官丟了職位收尾。撞山事故後，康涅狄格號的修復之路格外漫長。2021年12月12日，據美國驅動網站報道說，這艘受損的潛艇悄悄地來到了加州聖地亞哥。船舶觀測員通過當地網絡攝像頭拍到的照片，才發現了它的蹤跡。從照片上能看出來，潛艇當時正浮在水面上航行，船頭位置損傷極為嚴重，連聲納罩都不翼而飛了。因為撞壞了，康涅狄格號只能老老實實待在水面上橫渡太平洋。畢竟核心感官沒了，在水下航行太危險了。在聖地亞哥待了幾天後，康涅狄格號就繼續往北開了。根據照片和追蹤信息，他已經回到華盛頓州的母港，正式開始修艇了。為了修好康涅狄格號，美國也是拼了老本。2021年12月，美國國會就批了5個億的維修錢。可就算這樣，修車過程也沒那麼順當。2023年6月，海軍才承認
康涅狄格號最快也要到2026年初才能重新上崗，也就是說，從撞山到歸隊得花将近5年，可見这次事故有多嚴重。对美国海軍來說，康涅狄格號的長期不在場，那可是個不小的打擊。海狼級核潛艇本來就數量稀少，整個美國海軍中僅有3艘，康涅狄格號在裡面可是挑大梁的角色，它能夠在北冰洋深處靈活機動，神出鬼沒地執行各類任務，不管是收集情報、反潛作戰，還是給航母當保鏢，康涅狄格號都能輕鬆搞定。尤其厲害的是，在极地這樣複雜且惡劣的環境下，它照樣能玩得轉，表現簡直讓人驚嘆。所以它這一長時間不在，美國海軍的整體戰鬥力都受到了不小的影響。更關鍵的是，現在國際局勢變化快得很，美国海軍本來想讓像康涅狄格號這樣的先進核潛艇大顯身手，可偏偏這時候康涅狄格號得去長期重症监護室報到，再加上另外2艘海狼级潛艇也各有各的麻煩。海狼號計劃在2026年4月就要進場保養，而吉米卡特號因為之前搞了太多特种作戰和间諜任務的改裝，現在幹普通任務都有些吃力。這樣一來，美國海軍在水下力量這塊就空了一塊，這事兒可急壞了美軍，真想現在就讓康涅狄格號立馬服役啊！不過康涅狄格號這個老古董，如果現在服役，那就像老兵戴智能手錶，肚子裡塞滿了新家伙。本來美軍可能給這頭重生狼來個大變身，既要去北極跟俄羅斯的北風之神玩破冰競賽，又要繼續回南海當地形測繪員。畢竟2021年撞山的教訓太深刻，西太平洋這地方絕對是他的主戰場。那些老家伙潛艇很多2026年退休，康涅狄格號正好接班，就靠着日本橫須賀或者關島這2個大本營，經常性的跑去南海、菲律賓這些地方去溜達。他那35節的高速還有靜音航行這些本事，正好能專门用來跟蹤監視區域內的其他潛艇，探測水下聲音環境，還能給美軍的航母戰鬥群當水下保鏢，去极地和遠洋執行任務。這家伙一開始設計的時候就特別強調能在北极冰下打仗，等首艘海狼號2026年4月去保養的時候，康涅狄格號就得接手北极那邊的戰備任務，通過在冰下巡航來加強美軍在极地的水下存在感，順便試試在高緯度環境下指揮通信和反潛協同這些能力行不行。當然，未來說不定還會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來回跑，支持美軍那個分布式海上作戰的新玩法。不過部署的時候估計也会有些調整和限制，一方面修好的过程中很可能順便升級它的導航和避碰系統，把航行規劃和風險管控搞得嚴嚴實實的，別再出岔子。另一方面，考慮到有些國家特別留意美軍核潛艇的活動，它可能就會減少在敏感海域的行動，轉而跟盟友一起搞反潛演習，共享水下情報這些方式來顯示存在感。但不管怎麼變，這艘冷戰時期的技術結晶一回來，對美國海軍在印太地區保持水下優勢來說，絕對是關鍵的一環。好了，關於康涅狄格號的故事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。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，別忘了點讚關注，聊聊你還知道哪些有關潛艇的奇聞趣事。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，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備，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，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，比例準確，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，材質也說得過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備一定的可動性，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，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。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，價格確實比較親民。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，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，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。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，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